最近呢，美军内部真的可以说是乱象四起啦。先是之前川普召回了800名的将领，然后把大家挤在一个小小的座位上，大家在媒体上都有看到那个画面。然后这个赫格塞斯呢，当众就点评这些将领，说他不想要看到肥胖的将军，不要看到留着大胡子的人，甚至还放话说，那不满意的话就走人。结果4星上将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这个布希尔，他就立刻说，那他要退役。整个是冲击到了高层，还有冲击到整个美军的士气。而且更离谱的是，您从图卡上看到，这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现在说要推行大规模的测谎，针对呢这5000名的现役跟文职人员，通通你都要签这个保密协议，而且说是会随机测谎。好，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很多的退休官员跟法界的人士就开始批评了，说你这个主动背后的目的是不是在制造恐惧，还是你是要强化忠诚，为了就是打压异己呢？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但是很讽刺的是，您从图卡的左下角还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今年4月份曝光的画面。当时呢，赫格塞斯被爆料说，他把美军3月份对这个也门空袭的细节透露给自己的家人。好，李将军想请教您了。军人最重视的就是荣誉嘛，但是他现在这种行径，将领们真的可以吞得下这口气吗？当然吞不下去啊！你知道美军跟我们这个国军一样，有3大信念啊，国家、责任跟荣誉这3大信念。所以国家来讲的话，这次来讲，川普进入会场叫大家鼓掌，这就不对。你知道美军来讲，它有一个很优良的传统，那总统到达任何一个场所会议里面，文职人员会起立鼓掌。但是有一群人永远是坐在那边不起立也不鼓掌，这群是军人，因为他效忠的是国家，而不是你一个总统，也不是你一个党派，这是国家观念。第二个，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那你赫格塞斯你讲的话，很明显的是在羞辱军人。第一个，你讥笑这些军人，这个又胖又留胡子，不修边幅，直接当众说，这个当众这样羞辱，那甚至于你要这些军人来讲去签相关的保密这个协议，甚至要去做测谎，这个摆明很明显的羞辱。我就是不信任你才会叫你去做这个测谎嘛。当然，军人一定是保密是军人的天职，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认知，你才可以当军人。那我也不讳言，美军里面有没有一些这个泄密者，当然也一定有。那就是考验你自己国防部你的保防的系统的能力，而你不能说是把每一个都当贼来看，是吧？就我相信中间如果说就像是有1、2个这种所谓的老鼠屎来讲的话，那是你自己国防部长责任，你要把这2颗老鼠屎你找出来，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当贼看。你今天叫大家去接受测谎测验来讲的话，是我也不能接受啊，就是你把每个人都当贼来看哈。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赫格塞斯这番话里面也透露一件事情，就是美军真的是很散漫到极点。他会讲说胖子，代表说美军真的是很胖。那为什么会胖呢？当然，你可以说现在作战来讲的话，靠的是科技作战，靠的是无人机等等系统作战，而不是在拼体力。可是你要知道，战场上面永远那种基层来讲，第一线作战官兵，他体力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前我们印象中，不只是我们国军，比我了解的美军，他们每次都在什么时候跑步，你知道吗？都是中午的时候跑步。他们营区里面都在中午的那个时候就在那边，他吃个汉堡以后，他们就在那边跑步。所以那时候美军，你看每一个这个陆战队官兵，大家看电影就会看到，陆战队官兵他一定是理个小平头，那个头发理到这边来，整圈是理剃的光溜溜的哈，那代表精神跟象征。但是我很讶异，说是如果由赫格塞斯嘴巴讲出来，是不是美军他们所谓的这种勇敢彪悍以及服从守纪的精神已经沦丧丧失，而且沦于一种养尊处优，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胖子呢？你知道美军这个军人来讲，高阶指挥官哈，当然他不用去这个战场上面去冲锋陷阵，但是你自己本身要带着部下以身作则嘛。军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看我的跟我来，有我在，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当一个将领，你跑不赢别人，对不对？那你的连长就不跑了嘛，连长不跑，那个兵就不跑了嘛。这东西，那第一线作战的兵他就没有体力。我在这边也讲一件事情，当年这个郝柏村当总长的时候，也在我们陆军办过一次将级的体能测验后，然后那时候叫所有将级回到陆军官校去那边跑500障碍干嘛？那时候有一些比较这个体能比较弱的，就真的当场就被淘汰了。所以说这个那我自己本身来讲也是如此。
我升到少将以后，一样这个要回到我们步兵学校，因为我是步兵的，要回到步兵学校去做体能测验，然后从3000公尺跑步到单杠到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都要测。那来测的是谁？是体干班的士官来对我测验，因为体干班他们有他们体能测验的一个标准嘛。那时候我们去测的时候不能带阶级，你知道，因为你如果不带阶级，那兵就那个士官就不晓得你是一个将军，他就会一眼来要求你。那时候我们这个长官是这样要求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觉得是正确的哈。那我认为美军来讲，如果赫格塞斯这个我们可以从2个角度来看啊。如果说第一个你不要羞辱人嘛，羞辱人所有的人都受不了羞辱哈。第二个来讲是美军自己本身这些将领要检讨。但如果说你真的是过胖过肥，是不是你自己本身散漫太久，养尊处优太久？我觉得美军凸显了很多的，现在内部管理凸显很多问题。是这个螺丝松了吗？所以我觉得内部确实是，包括拜登的时候，现在我跟你讲，绝对不相信哈。这个美军里面，他们讲究DEI，那就是这个性别认同哈。那有多严重呢？美军居然会花费这个每年大概花240亿到240万美金到840万美金这个价位，在帮什么？帮美军做变性手术。如果说你的性别认同我自己有障碍的话，我就可以去申请性别认同。那你知道每年还要花多少钱去治疗他们的性功能障碍吗？8400万，其中有一半的钱去买威尔刚哦。所以那你说，如果说一个军队这个如果说是这种样子，光讲究这些然后不以战力为优先的话，然后光在搞这些东西，难怪美军来讲，整个战力很明显的也已经下降了。那这个是从赫格塞斯自己讲的话看出来，不是又是胖子，又是每天花钱帮这些兵做变性手术，或者是给他们发威尔刚，我觉得这种部队还会有战力吗？是，不过现在呢，美军推行的这些新制度确实引发很多的反弹。那大家也在好奇说，美军现在到底是真的在做这个军事改革，还是在做政治清算？为什么你要在内部猎巫呢？杨老师，您怎么看呢？这个大陆有一位评论，他就说，这不就是西方版的烽火戏诸侯吗？在西周的时候的最后一位当时的周幽王，他就是因为过度宠他的就是妃子叫褒姒，所以他就用烽火，然后呢释放烽火，然后各地的诸侯就赶快来哇这个救援，结果发觉到啊原来是一场游戏，结果真的外族打来的时候呢，他在放烽火，没有人理他了，所以国家也就灭亡了，西欧也就是这个灭亡了。那这种烽火戏诸侯，你现在看。在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场合哈，就不可思议。你自己本身不是军职出身，你做部长，没有给予你，好像是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家庭里面这种所谓老板或者是父亲，没有这种角色存在。这种是一种管理职位，是一种政府职位，而且美国讲得很清楚。像国防部长是叫做文人管控，所以他是文人出身，他的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军队、对于这个合法的暴力的一种政策上的决策，所以你在这种管理上哈是要合乎你政策上，甚至你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管理指挥，要他去做什么，你必须要基于你的政策。结果他在展现他自己个人的权威。他在展现他个人的这种，好像我是你老板，然后我是你老大，几乎是像黑帮，几乎是像台湾的家族企业。我们台湾家族企业很喜欢骂人呢，你大概接触多了都是如此。那他就这样子骂人的，把底下当做什么？当做他支付薪水，当做他可以对他要求所有任何的加班甚至霸凌，这就是一种集体的。霸凌，所以我就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写的说，将军们的沉默。川普聚集在一个美军将领发表演说，现场的沉默，将军们默默地坐着，他们默默地听着川普含糊不清、喋喋不休发表的演讲，他们默默地听着川普说，军方可以在美国城市作为对美国平民发动战争的练习场，他默默听着
川普要求他们军方从内部打击敌人，他们也默默听着赫德塞斯说，将军们可以无视战争法和国际条约，而且正是这个条约将美国的军队跟野蛮人和战犯区分的差别。所以，这个川普跟赫德塞斯展现出全球对他不信任，不是将军们默默的对他不信任，全世界对他们不信任。所以我觉得这一场不只是那位后来4星上将的这个辞职而已，反而是全球对于这2位美国政府的不信任。是，而且更讽刺的是，我们透过图卡上的右半边来看到，因为美国花大钱办了说这34年来规模最大的阅兵，结果呢被外界嘲笑说好像在大街散步，认为说这个队伍根本就不整齐、很散漫，那士兵也没精神，甚至川普是当场脸色变得很铁青。那反观中国的阅兵，大家说整齐划一、士气高昂，连川普自己都承认说非常的精彩。好，张将军请教您了。那川普现在采这种激进改革，是不是想学中国？那真的可以让美军变强吗？还是说他的做法其实就是弄巧成拙？我认为军队文化不一样，每个军队有军队文化有它的特色。美国在这方面呢，他犯了重大的错误。他不要这个6月14号，他是美国建国250年的阅兵，既然是250年，那非常盛大，这个是非常盛大。结果他这个变成美国这些大兵啊，逛大街，然后太空漫步。感觉到好像是在办嘉年华，一个阅兵就会变成嘉年华，不要规划这个嘛。如果是我规划空中分列式，很简单，10个作战大队出现，因为美国的最强的是空军，它的 F-15战斗梯队通过 ，F-16战斗梯队通过 ，F-35战斗梯队通过 ，F-22战斗梯队通过。P-8A 战斗梯队通过 ，B-1B 的轰炸机战略通过 ，B-2A 的U-50的轰炸通过 ，B-52通过，通过，非常浩荡，大概300架到500架，非常浩荡，一通过，这不就是好了吗？就那么简单。美国规划错误了，因为只有250周年的建国，一辈子就这一次，结果搞成太空漫步，搞嘉年华。那结果，川普就把这个事一看93大阅兵，又怎么中国大陆解放军搞成这个样子啊？军威壮盛啊，动作齐一啊，严格训练啊，严酷的要求是这个样啊，辞位了。那辞位就把这些众将领抓来训话。军队就是国家责任荣誉，就那么简单。你今天拿这种官箴、官威压倒专业，这是重大错误。不能拿官威去压倒军队的专业。对这些将领，你要很尊重他们。他们军旅生涯几十年，挂到4星上将、3星中将，是这个样啊？怎么可以说你不高兴、不爽你就离开啊？就这样子打，你要将军会怎么想？好，我在你的屋檐下，我先低头。但是对军队的这种荣誉感，还有他的这个我们讲的组织的士气，会有很大的影响啊。看不出来而已，这种是无价的哦。你有价的是这些装备、这些战力哦，但是无价就是军人的这种士气、军人的荣誉受到重大的折损。所以表面看是没事，但是我认为对美军的这种内部文化影响知识体大。是，谢谢3位专家精彩的点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